68年那正是文革的高峰期。我们从小就知道，大人要求我们填家庭身份是填地主，从小带着很深的自卑感。但是父亲又不讲，其中一个地主的孩子叫费文学，在武汉上大学的，听说共产党土改把他父亲杀了，从武汉跑回来，联合一帮家丁民间武装，直接把整个文斗的共产党的文斗区的工作队团灭了，全部杀了。第二天工作队来发现我祖父已经悬梁自尽了，把他拖到了那个村子唯一的一个打谷场，拖到那儿暴尸3天。等我知道这些真相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母亲都死了。当你在外地杀别人的、镇压别的地主的时候，你家族被镇压、被灭门的消息，你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可能不知道？你知道你出生于什么家庭，你知道工作队的这套政策怎么划分地主，怎么对待地主，你不是不知道。你在干着的同样事，一定还有人在你的家庭也干着同样的事。你想过去营救你的家人没？所以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母亲这一系，从外祖父，是绝对的是显赫的书香门第，而且还是新派留学。但是因为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关系，其实母亲和外祖母这个身上带给您的可能一个这个家国的这些，其实是很多美德的。因为这样的知书达理的外祖母和母亲，这个在那个时代是很独特的。对，那您父亲这边您继续讲。我父亲这个家世就是，其实我是很晚才理清楚的。在我的童年、少年甚至青春阶段，我父亲都是从不讲他的家世，绝口不提。但是我从小上学那会儿都要报名，都要填家庭成分。因为我上学68年那正是文革的高峰期。我们从小就知道，大人要求我们填家庭身份是填地主，那是很耻辱的，在那个年代填这个身份是耻辱的符号。是。每一次报名要填地主，每一个登记表格要填地主。那会儿从小知道的地主都是刘文才呀、蓝霸天啊这种最坏，黄世仁啊这种最坏的地主。我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成分，从小带着很深的自卑感。但是父亲又不讲。我知道的父亲本身又不是地主，因为我从记事开始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个煤矿的矿长，那是共产党的煤矿，那是等于是共产党的官员。那他为什么我要填地主？我与地主什么关系？其实是并不清楚的。我直到父亲死之前，得癌症之后，也只跟我吐露只言片语他的革命的历程，参加共产党的革命故事，剿匪啊等等啊这些，也不谈他的家族的故事。后来是我父亲死了过后。您父亲哪年去世？我坐牢的是94年，我还在牢里面。那么他死了，我允许我回去奔丧。突然面对黑压压的从老家赶过来吊丧的很多亲人，我才知道我们郑家在巴东野山关的深山老林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亲人后裔。他们见到我了，哎呀，就跟我讲家族的历史。我母亲是知道我父亲的家世的，
开始跟我讲家族的历史，然后我才一点点开始清晰，觉得这个家史我需要调研。由于我父亲有一个遗嘱，是希望他死之后，我有一天假设我有能力的话，要去我父亲生长的那个小村，说有一个天坑，这个天坑里面，我的祖父的尸体土改的时候被扔进了这个天坑，我父亲的遗嘱竟然是让我有能力的时候去把那个天坑给盖上。那个天坑多大多小我都不知道，天坑是地貌上的一个自然现象，深不见底，往往天坑都是有的天坑我见过的是巨大的，但你要盖上的根本不可能。那既然父亲有这样一个遗嘱，我就回家乡。我那会儿已经在北京算一个成功的书商了，有了钱了，我就第一次回到了父亲的出生地，找到了那个天坑。幸好那个天坑不大，也就这个书房这么大我真是动用修桥的技术，就架拱的技术，找工人把那天坑给盖上了，而且在天坑上面修了一个墓园，还埋了一个空的棺材祖父的什么都没有留下，就是一个空的棺材，用我们土家族的8人的古老的招魂巫术招魂，把魂招来封进这个棺材，然后建了一个巨大的墓园。然后在这个回乡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才把我们郑家家族的历史弄清楚了。回到北京，我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地主之殇》，只有台湾版我的书里面有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研究土改研究的比较深刻、比较胆大的，彻底反思整个中共的这场土改运动的一篇文章。美国的一个研究中共土改的一个网站，就用我这篇文章命名的，就叫《地主之殇》。现在这个网站还在不在我不知道，我以前曾经查到过。那我就来讲讲我弄清楚的我父系的这边的历史。首先呢，说遥远来说，2000多年前，在湖北的清江流域，古称沂水，蛮夷的夷，在沂水流域上面生活着一群土著人。这群土著人呢，就是史书记载就是五姓5大姓这5大姓里面就有我们郑姓。那这5大姓呢，通过最古老的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了8姓的子弟为王，也就建立了8国，这就是8国的来历。关于8国的史料，我在中国整个古籍里面是不多的，因为8人没有自己的文字。那只是这些有限的史料知道因为我父亲土家族嘛，那我知道，那我们应该就是8人这个5姓的郑姓这一支的后裔，因为他们在史书记载的这个选出这个8姓为王的建立了8国了，然后一路沿沂水而上。那当初他们选举的地方就是今天湖北长阳，就宜昌境内，沿沂水而上，那就是巴东。那我们家等于是8人的郑姓这一支，而且至今就在清江两岸，从我祖父家爬200米就到那个山顶俯瞰下面就是清江，悬崖峭壁下面，万丈悬崖下面就清江清江是哪个？清纯的清。那我们就应该是8人开国的这5姓的之一就说遥远的郑姓在8国应该是贵族甚至就是要在古代封，那就是国公这一个级别的人那这个
到曾祖父的历史就不清楚了。为什么到了巴东深山老林，现在都是最偏僻的地方，现在还是巴东县最偏僻的地方，一个叫石板村的地方，就满山遍没有一块水田的地方。然后在这儿住下来，那么祖父的历史我弄清楚了，曾祖父的历史完全不清楚。祖父生活在这儿，然后啊，显然要比其他的村民要聪明。他知道要去贩盐，因为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要吃盐，而从这个小山村要走到长江边的巴东县城的话，要走3天，就快步翻山越岭，上山下坎，至少要走3天才能到达巴东县城。巴东县城在长江边上，就能从他们奉节呀、巫山呐的盐到了巴东，就可以分流到各个村庄。我祖父就是靠到巴东县城去进盐，自己挑到了这个村子里面卖给这一方的百姓，就挣得苦力钱。但是这在一个山村来说，这就是最早经商的人。那经商总是有利润的，虽然这个3天来回6天才赚1担盐，那总之还是要比种地要有赚钱。就攒下了一些钱，攒下了一些钱过后，他又学会了酿酒。我们土家族那边至今都是用玉米酿酒，包谷酒我们叫。他在家里就开了一个小酒坊。那中国人呢，全世界其实都要喝酒，乡村的各种大会、乡村各种红白喜事都要用酒啊。那他的私酿的包谷酒，至少在这个附近的村落又能够赚钱。那酒糟子可以喂猪，那很显然就会比普通农民聪明，比普通农民有头脑。这就是中国乡绅阶层诞生的过程，几乎是一样的。了解各个家庭的这个乡绅呢，我了解过很多乡绅的诞生，都是靠勤爬苦做，只是比别人脑袋灵活，信息比别人多，见的世面比别人广。他去过巴东县城的人和没有去过巴东县城的人一定是有区别的。就像你去过纽约的人和没有去过纽约的人一定是有区别的啊。那么他就有了余钱就买地，传统中国人都是这样，买地屯田，可以多给子孙。中国人是讲树大分叉，人大分家啊，每家可以多分一点，子孙都可以多分一点，那就屯地。那显然就是他的成为一个这样的当地的，在当地就算最大的地主，就在石板村。所谓最大的地主，因为石板村没有水田，至今都没有水田。他最大的地主，也就是拥有大约60亩左右的山地。那这已经足以使得这个家庭就是比普通人家过得好得多了啊。那难免他会要60亩地，难免就要雇工人了啊，就家里会要有长工了啊，短工长工也好都会有啊，酿酒酒坊也会要有工人了。然后我祖父生下了4个儿子，2个女儿，就我父亲是6姊妹。等于在我父亲之上有大伯、二伯、三伯，大姑妈、小姑妈。我父亲是幺房，就最小的儿子，少爷，郑家的少爷。大伯显然是这个家族中间长子，特别能干
就在他的青春时代成了野山关13保的连保长。民国实行的是保甲制度啊。那这山里面，他13个保联合在一起，共同抗御土匪流寇啊，他称之为连保。13连保的连保长又大于一个单独的保长，我大伯成了这个13保的连保长。二伯在家里面就是可能帮父亲料理酒房啊，料理土地啊，管啊。三伯还没结婚就病逝了，等于三伯这一支就没有传人。在过去的乡村，人家早夭的孩子很正常，很多。那大姑妈和二姑妈，大姑妈嫁到了本地的一户人家，普通人家；小姑妈嫁到了宁县旁边建始县的一个富农之家。那我父亲呢是少爷，老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老百姓都是最喜欢最小的孩子。皇帝爱长子是因为长子是太子嫡传子，必须嫡长子，必须要继位的。那我的父亲显然是受到了我祖父的可能过多一点偏爱。这个过多偏爱有基于几个原因，一个是我父亲出生大约1、2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出天花，这是全世界曾经的流行病，现在当然基本都消灭了，这个病已经没存在了。那过去出天花的人多数都要死，救活的人呢满脸就会留下麻子。我父亲从小就是一个麻子，但他不是那种坑很深的，他是像李莫堂的著名演员李莫堂那种脸，就显得疙疙瘩瘩的那这样的人呢，就自带凶相。一般麻子这个让人有点怕，他脸上那种不怒而威，可能因为他是大病救活的，那作为父母都是又是最小的孩子，又是大病捡回来的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爱。在我父亲到上小学的年龄，那个村子里面都还没有学校，那我祖父就捐钱，这都是过去乡绅一样的，捐钱办私塾，让我的请来教师，让我的父亲受到了新式教育，同时也让同村的同族的多数那一片过去都姓郑的其他的邻里孩子都跟着一起上学。我父亲就在这个村里面读完了小学，小学读完了过后要上中学的话，必须要到巴东县去，那只有县里面有中学。我这个祖父也知道那么遥远，要走3天的路，把我父亲送到了县里面去上中学，大约就初中这个。那父亲那么小就得徒步到县城上学，住在县城，怎么成长的这个历史完全不知道。那个上完了初中了，回到家乡，这已经就到了45年、16年左右了，17年左右，这个我都说不清楚，因为他生前不告诉我他的历史。但是我是后来从这些亲人的回忆中，我自己一点点整理。他回到巴东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孩子上学都晚，等到他初中毕业回来，可能就16、17岁、17、18岁这啊。然后他的大哥就是我的大伯当那个连保长的，就说：“你读书了，你回来了。”我把这个位置传给你，你来当这个连保长吧，我就不干了。按说在那会儿的民国的末期，应该是说当个连保长在地方是很，因为都是用枪的，那会儿民国是允许民间
自办武装的嘛。那应该是我要父亲是要短志向一点的话，那就接个连保长当着也挺好。那几年之后就被枪毙了。但他可能到巴东见了一点世面，回到家不仅不接他大哥的这个职务，还跟他的父亲跟我祖父说，他要到恩施去上高中，要继续上学。老话说读书改变命运，这我的父亲的命运就是读书改变命运，那叫真正的改变命运。我祖父这样一个小地主，要供一个儿子到州城去上中学，肯定是有过犹豫啊，有过怎么样，最终在我父亲的坚持下，同意你想读书你继续去读吧，学费给你。因为那会儿读书，从那个山里面走到州城，那又得3、4天时间，那是平常是不可能回来的，一年回来一次就算了不得了，过年能够走回来一次啊。我父亲于是就到了恩施上中学，这个学校，那我是后来查清，那是民国的时候办的一个学校，叫恩施清江中学，就在恩施的五峰山上。这个学校的旧址我都后来都去看过。在恩施清江中学上学的期间，这个时候我父亲那种巴人后裔啊，我先说的山里人的那种蛮性、野气、血性，这些东西在他骨子里面的开始表现出来了。正好17、18岁的，真是惹祸的年龄。然后他又是个麻子，麻子嘛，难免有人会嘲笑，叫他真麻子啊，或者等等这些。他也肯定是爱结交朋友，讲义气，敢打架。于是，1949年左右，就是他参加完我外公的葬礼之后不久，就因为参与打群架为首，被学校开除了。在民国的中学都把他开除了，得多坏的一个学生！开除了不敢回家呀，拿着祖父的学费出来上学的你，他妈的开除了怎么回去见祖宗？就在恩施城晃荡。在恩施城晃荡这个期间，靠什么为生？他也是一生都不会跟我讲的。是违不违法，犯不犯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在恩施也没有亲戚。但就在这个时候，林彪的部队开进了1949年10月就开进了恩施。林彪的部队开进恩施，等救了我父亲的命。救了他什么命呢？共产党那会儿所到之处，国民党已经没有抵抗了，军队的或者重要的地方官都跑了，留下的政府文员都是把政府那些文件啊、公章啊放在桌子上等着你们来收，并没有抵抗，但是没打一枪就接管了。接管过后，共产党那会儿从东北开始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干，又简称革大，革命大学，就是为当地马上培养一批基层干部。这个是了解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的历史。共产党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大。那哪些人能够投考革大的？必须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必须是用我们今天话说知识青年，报考革大，然后进来填个表，把自己的历史说清楚的，就共产党急需基层干部派到各个地方去接管乡村的乡村社会。那我父亲就成了恩施革大第1届的学员。革大呀，我后来了解革大的历史，都是短训。它虽然叫革命大学，
实际是短训班，长则半年，短则3个月。这3个月之内，第一，学习共产党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如何就土地革命的那一套办法，就是这已经从46年开始，他们从山西、从东北开始，就是怎么样斗地主、分土地、发动农民、成立农会、成立民兵、成立妇联，学这一套全套的技术。第三是学会基本的军事，如何开枪，手枪怎么用，步枪怎么用，机关枪怎么用，冲锋枪怎么用，手榴弹怎么用。因为接管一个旧政权，它是要会受到各种抵抗的，每个人必须要文武双全。共产党真是厉害，要接管一个国家，他这些准备早都从延安开始，他们都在精炼出一套最短的培训方法。洗脑，像参加革大的第一批学员、第2批学员、第3批学员这些，因为都是有文化的青年，其实多数都是地富子女，多数都是不是地富子女也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女。真正的穷人的子女那会儿很少有识文断字，很少有读书了。这些人在后来，因为每个人几乎都出身不好，在后来的历史运动中一个一个的再来侵选，但是先必须用你们来取代前朝。我父亲很快就革大第1期毕业，就分配到利川，接管利川。到了利川，他就分配到利川最偏远的，像他的家乡一样偏远的一个区，叫文斗区。文斗区那个时候，文斗区哪两个斗？斗争的斗。文斗区当时在他之前已经去了一批土改工作队，在那儿搞土改。由于把地主的财产强行的分配，把地主拿来杀了，激起了巨大的民愤。这就是我们那方子弟的游侠子弟情。其中一个地主的孩子叫费文学，在武汉上大学的，听说共产党土改把他父亲杀了，从武汉跑回来，联合一帮家丁向民间武装，因为当年民间都有火枪火铳这些，直接把整个文斗的共产党的文斗区的工作队团灭了，全部杀了。这史称文沙场暴动，这在恩施州的党史里面有多篇文章回忆。这下子惹了大祸，然后共产党那肯定毫不饶恕，就要去新的班子去镇压。我父亲就代表新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我父亲可能因为我父亲凶悍，长得也凶，可能那个军事也厉害，大家都也亡命，又年轻。因为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时候，在家里那会儿，我父亲已经没配枪了，但家里我翻箱倒柜翻出他的持枪证，这个是共产党就有持枪证，上面标明2把手枪，双枪。我看见过我父亲别2把手枪的照片，唯一的一张照片，但这张照片后来我再也没找到。那说明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很勇猛的共产党的基层杀手。他带领的这个剿匪工作队到了文斗过后，很快把这场农民暴动，也可以称之为按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叫地富武装暴动，给消灭了，给镇压下去了。
镇压了的其中一个最悲惨的故事，是我父亲得了癌症。我那会儿在武大作家班快毕业了，我父亲送到武汉来抢救做癌症手术，他认为自己快死了，唯一亲口跟我讲的一个故事，他带着无限的，就是愧悔的心态跟我讲的。那会儿他也知道儿子是一个作家，他说我平生，因为他那个时候意识到自己快死了，他并没想到他以后还因为手术这些还活了8年。他讲的这个故事是个什么故事？就是废文学的这场农民暴动虽然被镇压了，但废文学为首的就躲进深山老林里面去了。那我们鄂西当年到现在都是，你看闷氏大峡谷的片子，到现在那你要躲进去，人类都很难找到的。那当年他们也是本地人，躲进深山老林了。我父亲是另外一个县巴东县的人，他在这样一个利川的这样一个深山老林里面，要把一个匪首，所谓的匪首其实是一个报仇的青年，跟他一样的都是地主子女。一个巴东的地主儿子来消灭一个利川的地主儿子，本质上他们阶级属性是一样的，但是废文学选择了报仇，我的父亲选择了为共产党来平报。2个地主的少爷在这个山里面开始了各种缠斗。废文学几次偷袭我的父亲，也差点把我父亲杀了。我父亲多次追剿他，也差点把废文学追到了，但是始终就是都没干掉对方。2个人呢，因为都有文化，都有知识，都亡命，都学性啊，所以说2个人在深山里面斗。最后我父亲想了一个办法，也是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我父亲自己没这个胆量想这个办法。共产党当时政策还是以招降，就像国民党你们投降了、投诚了，既往不咎。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都是这一套共产党骗人之术。于是我父亲就按照共产党教给他的这套办法，他真心诚意地认为共产党是执行这套办法，就去把废文学的家人，他自己躲进山林，但他家人还是在，总有姊妹兄弟姊妹留在街道上的。他把他的只要有一点亲血缘关系的人全部找来了，说我知道你们跟废文学必定有联系。因为深山老林他没吃没喝不可能，你们肯定有人是暗通款曲的，肯定有人是在帮助他的。我也不跟你们为难，你们帮我郑麻子传个话给他。现在共产党已经几乎解放了全中国了，他再怎么躲，无非是再多躲几天还是少躲几天，他无路可走。他想再回武汉，再回哪儿去都不可能，他走出利川都没有可能。再这么拖下去，对他也没好处，对你们也没好处。我以我郑麻子的人格担保，他只要率部下山投降，我保证他做开民乡绅。那会儿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不是把李鼎铭先生他们都搞成开民乡绅吗？结果后来土改照样学习，这都是共产党骗人之说。但是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要骗人的，认为共产党就是这样，政策就这么规定的，那我就来担这个保。我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我相信你们必有人能够把这封信交给他。”
果然就有人把心交给了费文学。然后啊，费文学，我父亲也是还算是文墨不错的人，在民国时候能够读到高中阶段，虽然被开除了，那也是从私塾到初中到高中的。那会儿的高中是恨不得是比后来大学生还强。费文学读了之后，费文学那会儿是武汉的一个大学的学生，回来报读，那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也知道我父亲讲的这个大道理是对的。往哪儿跑？共产党已经古代叫改朝换代，这已经改朝换代。你要念及你的整个家族的安全的话，你就得要投降。但是投降要谈条件。费文学修书一通，让人带给我父亲，请我父亲某一天只许带一个人到山上来谈判。到哪个地方会有人接？我父亲竟然那时真是年轻胆大，我年轻的时候跟我父亲一样的胆大，就带着一个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一直活到90年代，我还见过。我父亲的葬礼他还来参加过，叫丁文波，丁叔叔。丁叔叔是个粗人，但是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那种人。那个就带着丁叔叔，两个人就按照费文学指定的地点去了。去了那边有费文学的部下，又带着他们两个走一条秘密道路，到了一个山前，我父亲跟我说，远远就看见一个，他没见过费文学，远远看见一个人，长袍马褂，礼帽，戴着那个西式的礼帽，站在桥边，不是传说中的土匪，挎着枪啊刀的，非常儒雅的对着我父亲拱手，我父亲那会儿已经是革命干部装了，中山装了，然后父亲拱手，两个人见面了，一餐酒喝下来，条件谈好，费文学回到你的家乡，率部投诚某天然后作为开明乡绅，不被追究。父亲就把费文学招降了。这在当地是个大事，等消除了隐患。他在山里面，他是一股武装力量，不管这个武装力量有或大或小，他总是对你新政权构成威胁的。你土改工作队，你难免三个人下乡，2个人下乡，就可能随时被他灭掉的，那这样消灭了这个隐患，整个这一方就平安了。父亲也觉得，兑现了承诺。费文学也回到了村子里面享受乡绅的生涯，以为就没事儿。差不多半年以后，利川县委派人送来一封密件给我父亲，让我父亲派人押送费文学到县城。父亲一看这个就明白了。把费文学押送到县城去，那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了。那父亲怎么翻得了这个脸呢？你自己跟人家他妈的拍胸脯赌咒发誓，担保着你把人劝下来说既往不咎的，但是要不执行这个命令的话，那我父亲那你本来就是地主之名。你就叫通匪，不执行就是你自己死，执行就是对方死。那我父亲所有投靠了共产党的人都选择了跟我父亲一样的道路，服从命令。但他只是不好意思跟费文学直接上门去把费文学绑了，送到利川。那会儿要走沙溪，要走到利川又得要走2天至少。我父亲呢，很不好意思的骗了费文学，说县里面举行那个投诚立功人员的表彰大会，请你去参加。我派2个人陪你护送你
到县里面去参加这个大会，自己说了谎，面子上哄过了费文学，费文学也信，因为那会儿三元帝尧的就在我父亲派的2个陪同人，只是没有五花大绑的礼送到县城，一到县城就被拿下，半个月以后就被枪毙。这是我父亲在他住院，现在的武汉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病床上跟我忏悔的讲的这个故事，说我一生没骗过人，但这个骗了费文学使我一生难受。其实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没敢讲他自己的家族故事。他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更加的痛悔自己的一生。接下来我讲，我后来了解到的我的祖父这个家族的历史，那就是真的比非文学还要惨。你父亲在病床上他忏悔这个的时候的，当时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他觉得自己一个临死的人呢，就是很沉痛、很严肃。但是我父亲那种一身冷峻，一个马脸像林默然那种，像甲午海战演的那个演员，就是很低沉的、很这种痛苦的表情。你当时听到的状态，我听到的，当然我是很震撼的。这个故事乃至于在我心中发酵了若干年之后，我到了大理去了，我卖了我的第一个电视剧，叫《父亲的战争》。这个剧本使我从又一次一穷二白的时候，又让我重新站起来了，就是卖了这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上海拍出来，全国各个省卫视都播了出来的，黄海波、沈傲君、李雪健他们演的，就是整个这个电视剧就来自于我父亲的这个故事。所以说我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父亲的战争》。我父亲虽然剿匪的这一场战争早都平息了，但是他内心的战争一直到死。他为当初这一场战争的正义性，他在反思自己。所以说我命名为父亲的战争。这场战争并不简单指剿匪这场战争，而是一个男人一生的战争。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当他49年加入林彪的部队，成为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剿匪工作队队长，成为一个双枪英雄的时候，300公里之外的他的家乡同样去了巴东派去的工作队，巴东派去的土改工作队，巴东派到石板村的土改工作队，那个队长的信我都查到了的。这个队长到了村里面一看，那我们祖父最大的地主，除开他以外没有地主，其他的顶多算自耕农、小富农、贫农。因为共产党教的就是到一个村就先定性哪些人是什么身份，一看就这个石板村就我祖父是地主，立马把我祖父拿下。拿下后，因为3名都有武装，我大伯父又是联保保长，保丁过去叫保丁，保丁是民间武装，是自卫的。保甲制度是曾国藩时代就创造的，民间就是对付流寇的，就乡民之间你要一旦有土匪来有流寇来，你们就要团结起来拿枪对着干。太平天国就是被这个曾国藩创造的保甲制度给消灭掉的，民团。那在那天的民团武装曾经是我大伯的管着的，我祖父家一定是有过枪支的。那土改工作队员来，该交的都交了，
但是工作队认为我祖父一定埋藏了很多枪，因为传说中你们郑家的武装是很大的，不可能就这10来条枪。对我祖父严刑拷打。那抓我祖父的同时，因为我的大伯、二伯都是成年人了，都结了婚了，都有孩子了。我大伯有2个孩子，我大伯有4个孩子，二伯有4个孩子，8个孩子。三伯没有后，我父亲没结婚，没有后，在当地，那就是大伯、二伯。那他们都是成年人，那为了抓我祖父，就必须要把他们2个儿子抓了。于是大伯、二伯同时被抓。大伯、二伯抓了是直接送到巴东县城去了，因为怕他们报复，关在巴东监狱。我祖父被严刑拷打，必须要交出武器。我祖父说：“确实交完了，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武器。你们挖地3次，你们可以看我有没有。”还是不行。那个最后，祖父被那个吊打呀，那种酷刑之下呀，3天3夜啊，那就生不如死了。晚上工作队的累了，吃喝了就睡了，就让一个民兵守着我祖父。我祖父还五花大绑的捆在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看守的这个民兵，也都是当地的农民，也都是姓郑的，就同一个祖宗，只是分5福之外了啊。这个民兵呢，平常都见到我祖父，那都在喊前辈啊，都在感恩戴德的。那我祖父就一看工作队撤了，就剩他了，半夜了。我祖父就说：“那个谁谁谁啊，你帮我把绳子解开一下，给我1碗水喝。”那个人呢，那当然同宗同姓的啊，又没仇，只是说被工作队选为民兵了，惹不起，那就偷偷把我祖父的绳子解开了，给了他1瓢水。1碗玉米糊糊，我那山里面没有水稻，只有玉米，玉米糊糊那都是山里的主粮。我祖父吃完了玉米糊，喝完了水，身上有了一点力量。趁那个人在外面没注意的时候，就把绳子抛到房梁上，打了一个结，就自杀了，自缢了。第2天工作队来发现我祖父已经悬梁自尽了，把他拖到了那个村子唯一的一个打谷场，我们叫晒坝，晒粮食的一块小平地，拖到那儿暴尸3天，就是畏罪自杀，暴尸3天，把他的衣服，绅士穿的再差也比农民穿的好。把他的衣服裤子脱尽，裸体暴尸，就羞辱尸体，辱尸。3天之后，那就是要变臭了，那一村的人都会要难受了，工作队自己也会难受了。3天之后，让村子里面一个辈分是算我祖父的侄儿媳妇的一个女性，说命令他，因为他们家也算富农嘛。命令他把我祖父的尸体拖到边上，就是那个天坑，说拖到那儿去扔进去就行了。于是我祖父就被抛尸在天坑里面。然后我的大伯和二伯押送到巴东监狱过后，大伯不知道遭受了什么，总之是死了。尸体被抛到长江里面，尸骨无存。二伯
被判了重刑，送到了著名的湖北沙洋农场，就潘汉年他们关过的地方，送到那儿服刑。这是我父亲的2个哥哥的命运。2个哥哥突然被抓，祖父死了，大伯死了，二伯押送到平原服刑了。2个伯母面对8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那完全2个乡村妇女完全绝望。2妯娌竟然商量了一下，用同一根绳子挂在同一个屋梁上，2妯娌就我大伯母和二伯母同时捆上自己的颈子，吊死在同一个房梁上。就这8个孩子，他们来不管。这8个孩子很快就饿死了2个，另外6个孩子一直活到了，就是到我回去休墓，就是我的堂姐、堂哥2个堂哥4个堂姐，拉着我的手把整个这些过程，因为他们我是药房的，我也是少爷，我叫他们堂哥堂姐，实际是年龄上是2辈子，他们都是比我大20、30岁的人，跟我口述这些历史。甚至其中最大的一个堂姐，还被工作队认为我祖父把枪支移到了他的小女儿家，就是家中临县建市的我的小姑妈家。小姑妈嫁到了建市的一个富农家里面，然后让这个我的大堂姐带民兵押着一个10几岁的姑娘，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到了小姑妈家，要来抄枪。我小姑妈肯定也是脾气，我唯一见过的我父辈的亲人呢，一个是二伯，那个回头再讲那个二伯的故事。再就是这个小姑妈，我回去修坟修墓的时候，小姑妈还活着。小姑妈身上展现出来的那种，就是我们那种大人那种身上的那种烈性啊，那种勇气啊，我父亲身上那些东西，在小姑妈身上是看到了。我小姑妈对着前来的民兵，把他们痛骂了，说我们家你们来看哪儿有武器，哪儿藏那些。然后给了他的子女，就是我的堂姐大堂姐，给了他10几斤玉米。这10几斤玉米救了这活下来的那6个孩子的命。这个缴枪的风波、土改的风波，发生在我们家族上，等于叫灭门惨祸。这叫灭门惨祸。祖父死了，大伯死了，二伯流放了，大伯母、二伯母同时自杀了，孩子，我的其中的2个堂哥堂姐饿死了，剩下了6个。而这同时，我父亲在利川干着同样的事，就是同样在灭别人的门，同样在杀别的地主。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代中国人的命。那我父亲永远没有告诉过我，当你的家在遭受灭门惨祸的时候，有没有人送信给你？我无法问他了。等我知道这些真相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母亲都死了。当你在外地杀别人的、镇压别的地主的时候，你家族被镇压、被灭门的消息，你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可能不知道？你知道你出生于什么家庭，你知道工作队的这套政策怎么划分地主，怎么对待地主，你不是不知道，
你在干着的同样是，一定还有人在你的家庭也干着同样的事。你想过去营救你的家人没有？你想过去营救你的父亲没有？营救你的哥哥没有？营救你的嫂子没有？你去救助过你的侄儿辈没有？你有没有血性敢像费文学那样拖着枪老子回家去？谁他妈的工作队长好像姓石，老子干不了别的，老子把你这个工作队灭了，这个能量你是有的。你为什么没有干，而为共产党卖命一生？可惜，在我父亲有生之年，我都不知道，都没有问到他，也无从过问。让我后来想起父亲跟我讲费文学的故事，一定是带着巨大的愧疚、巨大的罪恶感，给我吐露了这么一点点。另外一个地主少爷的故事。我第一次回去修墓的时候，为祖父盖上那个坟呢，4乡8里的郑姓后裔啊都赶过来。小姑妈那会儿都80多岁了，坐着一个别人的摩托车，80多岁老太太，那个山路啊，那完全乱死了。赶过来，从几上百里外赶过来，山路要绕。拉着我的手哭啊！因为我是郑家的现在新一代少爷，药房的最小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啊，郑家有一个少爷，竟然是从北京回来的，竟然能把祖坟给盖，那个填坑盖起来了，修这么大一个墓，现在还是巴东最大的一个墓。我写了一篇文言的墓文，刻在他们把土改这个禅师全部写在上面。我那些活下来的6个堂兄堂姐，那更是惨。2个堂哥因为作为地主后人找不到媳妇，大堂哥娶了一个绝育了的寡妇，无后。因为人家是都绝育了，嫁给他的，算是有了一个老伴儿而已。2堂兄娶不到媳妇儿，娶了我们土家族地区都姓老表开亲，娶了我小姑妈这边的一支表妹为媳妇，近亲结婚，不能生育。于是收养了一个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儿。结婚不久，2口子吵架，女儿又喝农药自杀了。那些堂姐的命也都很长，历次运动都要作为地主家属挨批挨斗。总之，那个村里面共产党搞了多少场运动，郑家的人就受了多少场迫害。每个堂兄堂姐都大我20、30岁，拉着我的手哭啊！又觉得我回来修了个墓，终于让他们扬眉吐气了。啊，我们郑家人终于又在这一方还能够直起腰杆说话了。那这一切，我父亲不正是他所参加的共产党革命带来的？他在灭别人的门的时候，他自己家也被灭门。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父亲有过哥哥。1979年的冬天，我那会儿已经是大学2年级了，放学回来，放假，寒假回来，一进家门，那会儿我父亲是利川化肥厂厂长，离开煤矿到了创办了化肥厂厂长。我一进家门，
突然看见一个男人，长得跟我父亲一模一样，就是年龄突然感觉比我父亲大他妈20-30岁。我那一瞬间我愣了，我说我才去上半年的学，怎么我父亲会一下老成这个样子了？结果我妈赶紧说：“这是你二伯。”我才知道我爸原来还有个二哥，突然冒出来了，跟我父亲长得一模一样，除开没有麻子以外。然后我才知道，二伯在沙洋服完了10几20年刑之后，刑满释放，应该是要早的释放的。那会儿，共产党又实行强制性的留厂就业，不允许回家，继续做奴工啊。只是你是自由人了，不是罪犯了，但是还是留厂就业，有了一点工资。在沙洋又留厂就业，一直到79年，重新改革开放了，落实政策了，才允许放他回来。而那时他已经79年，至少那会儿他已经60多岁了。从我推得出他年龄，但是大约我现在看他的面相60多岁了。60多岁的一个二伯突然出现在我家里，他来看望他的当官的弟弟。他们从1947年我父亲到温室上学一别，47年、57、67、77到79 32年，32年不相见。一个在共产党的监狱，一个在共产党的官位上，当然也被打倒了，有的什么各种我父亲也没少受罪。父两弟兄，我父亲下班回来，跟他的二哥关着门在另外一个小屋里面，说了什么，哭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回给我们不许我们知道。后来二伯父亲给了他一点钱，让他从利川回到了巴东。他的仅剩的几个孩子，仅剩的3个孩子，各自都有了家，都过着最底层、最贫苦的生活。79年那会儿呢，就说还要饿饭的年代，也无法收养这样一个老父亲，一个从监狱突然回来的老父亲，既没有房，没有多少房，也没有他的地，那会儿还是人民公社，79年还有人民公社。于是，我二伯父就靠着做劳医生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经验，找了一个山洞，我们那儿山洞多，找了一个山洞，在洞里面，那几个子女跟他凑了一个床凑了几床被子，就住在山洞里面，自己用石头取个火，儿女们送口锅，送一点玉米，然后就放羊，山里面可以放羊，放了10几只羊，然后卖羊为生，一直到我父亲走之前1年吧，去世，就在一个山洞里面孤独到死。这就是一个地主家的2少爷的命。那我父亲因为平定了文沙场暴动，很快就成为文斗区委书记，后来又调到了汪营，就是我写的国政的这个汪营区委书记。后来利川共产党开始建工业，我父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利川的工业之父。第一个工业是煤矿，利川发现了煤，那要整个山里面的高寒地带是农民官员都是要烧煤的，那煤矿，我父亲是，先土改完了是大炼钢铁，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大炼钢铁的时候，就把父亲发配到
西流水，我先提到的我的出生地那儿大炼钢铁，他成了利川炼铁厂的第一个厂长。那会儿的大炼钢铁叫纯粹是共产党的一个最愚蠢、最傻逼的行为，砍光了树木来烧，土高炉烧，整个生态彻底破坏。所谓的铁矿石炼出来的，根本都完全没有用的那种他妈生铁土。我父亲就在第一任铁厂的厂长这个期间，和我的母亲结婚了。我的母亲和父亲是怎么相遇的？我母亲，当她的父亲就是我外祖父被击毙在去恩施的路上，埋回了天门老家过后，武汉解放在恩施之前嘛，武汉一解放，武汉成立了革命大学。我母亲立马本来在天门教书，立马投奔武汉，参加革命大学。因为他是第一要为自己找前途，第二是他是恨国民党的父亲的，他参加共产党是义不容辞的，立马参加了湖北省革大，他的要从革大的规格他高，他省革大毕业是莫名其妙的，省革大毕业是全省分配去搞土改，偏偏把他分到了恩施。那是他父亲亲生父亲去赴任的路上被击毙的那条路，我母亲也踏上了这条路。踏上了这条路，到了恩施，又分到了利川。那我父亲也分到了利川，分到利川，又神奇般的把他们两个都分到了文斗，去剿匪平叛，去文斗搞土改。他们是在那个过程中相识的。他们成为革命战友的时候，我父亲一点都不知道我妈就是那个刘司令的女儿，因为我妈已经改名叫陈克兰了，他想都没想过她是刘司令的女儿。然后在这个土改过程中间，两个人恋爱了。我父亲是领导，我妈是女干部，也是配枪的，然后恋爱了过后，难免就要各自讲各自的，可能也会像今天一样，我家出身怎么你这样。当我妈讲出她的父亲是国军少将也在这个恩施被击毙的那个刘司令的时候，我父亲说我参加了他追悼会的，你原来是那个刘司令的女儿。我父亲那会儿是领导区委书记，知道共产党的政策，觉得跟这个国军的小姐谈恋爱这个事儿，他妈的未来日子不好过，就想这个恋爱终止。太炸了。他有政治敏感，他想终止这场恋爱。这是据文斗区的老干部说，我父母从来不跟我讲这些事实。据文斗区的老干部说，当我母亲知道我父亲想终止这场恋爱的时候，有天晚上直接一脚踢开我父亲的卧室门，进门把手枪拔出来往桌子上一拍，说：“郑麻子，说清楚，谈还是不谈？不谈就同归于尽。”都玩枪的人。据说我父亲被我母亲那个，毕竟是军人的女儿，毕竟是大城市来的，我父亲是小地主之子，我母亲毕竟是少将之女，那种威风振作的。反正父亲投降了，说谈，这就有了我们这一代人。然后等到母亲呢，他们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母亲党号召提意见，我母亲那种心直口快，又是大城市来的，他管整个铁厂的财务，就给党提意见，哪个领导他妈有点贪污啊，哪个领导有点浪费啊等等。我父亲是厂长，但不是书记啊。
结果打成右派，从此受各种屈辱。我父亲作为厂长救不了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妻子不打成右派。紧接着接下来的各种运动，我父亲作为地主的少爷，一样得不到重用。文革的时候，大本连钢铁办不下去了，到62年的时候，剩下了我，铁厂也垮了，3年也烧光了，然后决定要挖煤了。我父亲是共产党最好的劳动力啊，最吃苦、最能管人，他有杀气。对不起，去开办煤矿，去挖煤吧。等于我们家3姊妹，我上面2个姐姐都是在铁厂出生的。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据说我不仅外婆告诉我，我2个姐姐都有记忆的告诉我，以及我妈他们也会告诉我。那会儿，我父亲作为铁厂厂长住的房子是在那个一个山洞里面。我们那个至今现在很少了，我们鄂西地区很多农民呢都是在山洞里面建房子，这样可以避风、避寒、避雨。这个叫穴居，就洞穴的居住，穴居，啊，也叫岩屋，啊，也叫洞屋，啊，总之就是在洞里面打这个房子。我就出生在这个洞屋里面，就是我后来还回去找到过，我们3姊妹都出生在西流水这个利川的炼铁厂。炼铁厂垮掉了，我3岁的时候，父亲，那就是65年，被调去办利川7月3煤矿，我母亲就也随之调到了煤矿边上10里远的一个小镇，就是望岩镇，当了供销社的会计。我就在3岁开始来到这个小镇，在这个小镇长第1个10年，这就是我母系的故事，父系的故事。